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特别重磅的话题。在聊正题之前，咱们得先认识一位大神级的人物——黄奇帆。这名字在财经圈里那可是如雷贯耳。他可不是那种只会念稿子的官员或者纸上谈兵的专家，这位大佬是真正上过战场、打过硬仗的。他曾经主政重庆多年，硬是把一个内陆城市变成了经济高地。很多人都佩服地称他为金融市长，这外号可不是白叫的。他的厉害之处就在于总能把复杂的像一团乱麻的经济问题，用最通俗的语言给你讲得明明白白，而且提出的解决方案往往一针见血，直击要害。所以当这样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出来给当下的中国经济把脉，并且斩钉截铁地说出路只有一条时，这分量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这就像一位棋道宗师，在众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棋局前，轻轻落下一子，瞬间盘活全局。最近我就听了黄老的一场演讲，可以说是振聋发聩，像一道闪电划破了当下有点迷茫的经济天空。他直截了当地说，咱们现在遇到的经济困境，出路其实只有一条。这话听着是不是挺绝对的？别急，听我给你们掰扯掰扯，这背后可全是干货。咱们总自豪地说我们是世界工厂，是制造大国。没错，高铁、新能源车、大飞机，一个个响当当的家伙事儿，我们都能造出来，甚至在好些领域，我们已经跑到了世界最前头，这绝对值得咱们挺起胸膛。但这就像一个武林高手，外功练得炉火纯青，拳脚功夫无人能敌，可内功心法却差了那么一口气，这口气上不来，就始终成不了真正的天下第一。黄奇帆说的这个短板，这个内功心法，就是所谓的生产性服务业。这词儿听着是不是有点绕口？生产性服务业啥玩意儿啊？咱们说的通俗点，别把它想得太复杂。它不是给你端茶倒水的服务员，也不是给你剪头发的托尼老师，那些属于生活服务。生产性服务业是专门给制造业这个武林高手提供内力支持的。你想想，一部手机的诞生，难道仅仅是流水线上那些机器和工人的功劳吗？当然不是，在它诞生之前，得有人设计它的外观吧，得有工程师开发它的操作系统和各种 APP 吧，得有科学家研究更牛的芯片吧，手机造出来了，得有物流公司把它运到全世界吧，得有广告公司把它打造成爆款吧，还得有律师处理专利纠纷，有会计师算清成本利润吧。所有这些，从研发设计到金融支持，再到物流、营销、售后，这一整套看不见摸不着，却又无处不在的智慧服务，就是生产性服务业。它就像一张巨大的网，把制造业的每一个环节都紧紧地包裹住，给它输送养分，让它变得更聪明、更强大、更有价值。黄奇帆老爷子用了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，他说生产性服务业是心智生产力的温床和土壤。什么叫心智生产力？简单说，就是告别过去那种傻大黑粗靠堆人力、堆资源的增长方式，转向靠科技、靠创新、靠智慧的高质量发展。而生产性服务业恰恰就是知识和人才最密集的地方，是创新的发动机。你看美国那些巨头，苹果、微软、英伟达，你觉得他们是纯粹的制造公司吗？其实不是。苹果自己有工厂吗？没有，它的手机是富士康这些代工厂造的。那苹果公司20多万员工在干嘛呢？他们就在干我刚才说的那一整套生产性服务业的活儿。他们负责定义产品、研发技术、打造品牌、掌控全球销售网络。他们是整个产业链的大脑和指挥官，把最苦最累的制造环节外包出去，自己牢牢攥着附加值最高的部分。一部卖6000块的手机，硬件成本可能也就3000，剩下那3000块就是为苹果的品牌、设计、系统这些服务买单。这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魔力，它能点石成金。再看一组让人有点扎心的数据，在欧美这些发达国家，
生产性服务业占整个国家经济总量的比重普遍达到了40%到50%。美国去年29万亿美元的 GDP， 有一半是这玩意儿贡献的，而我们呢，这个数字大概在28%左右，差距一下子就出来了，对吧？这直接导致了我们的很多产业看起来规模很大，但就是不怎么赚钱。比如汽车，我们去年造了3000多万辆，全世界第一，但整个行业的利润率才5%，所有车企的利润加起来还不如一个丰田公司多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们在产业链里更多的扮演了那个出苦力的角色，而人家掌握了核心技术、品牌这些高附加值的服务环节，还有服务贸易，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痛点。什么叫服务贸易？就是服务的跨国交易。比如一个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，我们给他提供住宿、餐饮，这就是我们出口了生活性服务。但更值钱的生产性服务贸易，我们却是常年的逆差。还是拿苹果举例子，它在中国组织生产，其实是把它那一整套生产性服务业输入到了中国，然后每年从中国拿走几百亿美元的利润。这对美国来说就是服务贸易出口，对我们来说就是进口。我们自己的生产性服务业不够强，就只能花大价钱去买别人的。这就好比我们开了一家很棒的餐厅，后厨功夫一流，能做出满汉全席，但菜单、品牌、管理系统全是花钱从别人那儿买的，结果忙活半天，大头都被别人赚走了。所以黄奇帆的结论非常清晰，我们想从制造大国真正变成制造强国，想让经济更有质量、更可持续，唯一的出路就是下大力气把生产性服务业这块短板补上来。这不只是让制造业转型升级，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增长引擎。这个板块发展起来了，不仅能创造海量的 GDP， 还能催生出更多像华为那样的能够整合全球产业链的伟大企业，更能提升我们产品在全球的议价权和竞争力。这就像一场赛跑，上半场我们靠着汗水和规模优势冲到了第一梯队，甚至在某些赛道取得了领先。但现在比赛进入了下半场，比的是耐力，是智慧，是核心技术。我们必须完成一次华丽的转身，把发展的重心从看得见的制造更多的转向看不见的服务。这需要我们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，去改革那些不适应发展的体制机制，去营造一个尊重知识、鼓励创新的环境，让那些最聪明的大脑愿意投身到服务于制造业的伟大事业中去。这绝不是一条轻松的路，但正如黄奇帆所说，这是我们唯一的路。未来的中国经济故事能不能讲得更精彩，就看我们这块内功心法练得怎么样了。好了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